如果我告诉你，那个这辈子伤你最深，让你最痛苦的人，其实是老天爷特地派来渡你的，你相信吗？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对吧？我们50、60岁这一代人真的很辛苦，年轻时拼经济买房，老了还要帮儿女带孙子，我们把心掏出来给家人，得到的却常常是冷漠、嫌弃，甚至是一句嫌你啰嗦的顶嘴。有时候走在菜市场里，或者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，心里的委屈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我这辈子到底图个什么？为什么别人家和乐融融，我却总遇到这些让我操碎了心的烂账？别再一个人把苦往肚子里吞了。今天的内容就是为你量身准备的，我们将透过佛家无缘不聚、无债不来的智慧，解开你大半辈子都想不通的死结。看到最后，你就会知道如何把人生的焦点拉回自己身上，用最简单的心态化解逆境，把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你不仅能弄懂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你，还能学会3个简单的日常小练习。从今以后，你不再会被恶缘绑架，还能把往后的日子过得通透又自在。佛家常说一句话，无缘不聚，无债不来。楞严经里面也有提到，一切众生因为无明，所以会在六道之中不断轮回。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深奥？没关系，我们换个最白话的方式来说，你可以把我们的人际关系想象成是一本宇宙银行的存折。佛教认为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，我们这辈子出生换了一个新的身体，就像是脱掉旧衣服穿上新衣服一样。可是你在前世这本存折里存下的钱、欠下的债，宇宙的法则每一笔都记得很清楚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人跟人之间能够相遇，甚至成为一家人，成为伴侣，其实都不外乎4种缘分，那就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今生遇到一个人，他对你百依百顺，无条件地护着你，那恭喜你，这是前世的大善人，今生特地来报恩的。但反过来，如果你今生的伴侣或者你的孩子总是让你操碎了心，甚至把你的积蓄都败光了，让你痛不欲生，请你先深呼吸，冷静下来想一想，他其实不是老天爷派来毁灭你的，他是拿着前世的借条来向你讨债的。今生的妻子可能是前世你埋葬的人，今生的仇人可能是前世被你冤枉的灵魂。当你明白了这因果法则，你就会豁然开朗，原来这世上根本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背叛，所有的意外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清算。我们来听一个民间流传的佛教公案，这个故事或许会让你想起自己，或是身边的某个人。从前有一位老母亲，她的命很苦，丈夫早早就过世了，留下一个还在襁褓里的独生子。为了养活这个孩子，老母亲什么苦都吃过。她去别人家打零工、洗衣服，冬天里双手泡在冰水里，冻得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，她连眉头都不皱一下。遇到荒年的时候找不到工作，她还拉下脸来沿街乞讨，讨来的一口剩饭、半个发硬的馒头，她自己舍不得吃，全喂进儿子的嘴里。她总是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心里默默地想，只要我的孩子能平安长大，我这条老命就算没了也值得。就这样含辛茹苦，老母亲把儿子拉拔长大，用尽了一生的积蓄，给他娶了媳妇，帮他成家立业。老母亲心想，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吧，终于可以享享清福了。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儿子结了婚之后，就像变了一个人，他开始嫌弃老母亲又老又脏，嫌他手脚慢，嫌他咳嗽声太吵。
觉得老母亲丢了他的脸。一开始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冷嘲热讽，后来甚至动不动就指着老母亲的鼻子破口大骂。老母亲有时候在厨房里帮忙生火煮饭，不小心烫到了手，痛得掉眼泪。儿子不但没有一句关心，反而破口大骂：你这老东西，连个饭都煮不好，还能干什么吃？老母亲为了儿子全都忍了下来。她晚上躲在柴房里偷偷抹眼泪，心里想着，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她只是一时糊涂，总有一天她会懂事的。但是她的退让与包容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残忍。有一天，外面下着倾盆大雨，狂风呼啸，儿子和媳妇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竟然狠下心，连推带拉的把老母亲赶出了家门。儿子指着门外大吼：你给我滚，永远别再回来！接着砰的一声，大门紧紧关上。老母亲站在大雨里，全身都湿透了，冷得直发抖。她拍打着门，哭着哀求，但门里只传来电视的声音和冷漠的笑声。她无处可去，只能步履蹒跚地踩着泥水躲进了村外的一座破庙里。那是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，破庙的屋顶还在漏着水，一滴一滴砸在老母亲单薄的肩膀上。她跪在冰冷的泥地上，抬头看着那尊同样沾满灰尘的佛像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她对着佛像喊：佛祖啊，老天爷啊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吧，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我对这个儿子掏心掏肺，连命都可以给他，为什么我会换来这种绝情？老天爷，你真的太不公平了！那种绝望，那种委屈，像刀子一样在割他的心。他觉得自己一生的付出全成了一场笑话。老母亲万念俱灰，她看着庙里的梁柱，解下了腰带，踩上了一块破石头，准备结束自己这悲惨的一生。就在这个生死关头，破庙的角落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沉重的叹息。一位云游的禅师从阴暗处走了出来，他一把拉住了老母亲，轻轻地说：老人家，且慢。老母亲哭着瘫倒在地：师父，您别救我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付出了全部，却养出了一个没良心的不孝子，我的心早就死了。禅师没有急着安慰他，而是闭上眼睛，当下打坐入定。过了半晌，禅师缓缓睁开眼睛，看着眼前这个悲痛欲绝的老人，眼神里充满了深深的怜悯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对老母亲说：阿弥陀佛，老人家，你觉得委屈，是因为你以为他今生是来做你儿子的。老母亲愣住了，难道不是吗？他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。禅师摇了摇头，语气平静，却充满力量地说：不，他不是来做你儿子的，他是来讨债的。你今生所受的苦，都是你前世欠下的命啊！老母亲听完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满脸错愕。禅师拂袖一挥，点化了他，让他看到了前世的画面。原来，在几百年前的前世，这位老母亲根本不是什么受苦的女人，而是一个家财万贯，但为人尖酸刻薄、脾气非常暴躁的富商。而他今生那个狠心绝情的儿子，正是富商前世养的一头苦命骡子。前世，富商为了赚钱，简直把这头骡子当成了没有知觉的机器，天天用带着倒刺的皮鞭抽打它，没日没夜地让它驮着重重的货物翻山越岭。骡子的背上全是血淋淋的伤口，旧伤还没好，新伤又叠了上去，却连一顿饱饭都不给它吃，只能吃些发霉的草根。有一年冬天，风雪交加，气温冷得吓人，骡子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双腿一软，倒在了雪地里，眼神里满是哀求。富商不但没有一丝怜悯，反而气急败坏地拿起皮鞭，狠狠地往死里抽。
嘴里还骂着：“你这畜生，装什么死？给我起来！”最后，这头骡子带着极大的痛苦、无助和怨恨，在冰天雪地里流着眼泪，活活累死、冻死了。禅师看着泪流满面的老母亲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老人家，你看到了吗？因果报应丝毫爽。前世你抽了他多少皮鞭，今生他就要骂你多少回。前世你为了赚钱剥削他，今生他就要榨干你一生的积蓄。前世你不给他饭吃，欠了他一条命，今生你就要用一辈子的心血，连讨来的饭都要喂给他，来偿还这笔命债。你以为你在受苦，其实你只是在还债。你今天被赶出家门，受尽风吹雨打，就是因为前世你让他倒在风雪中无依无靠，债还清了，这段缘分也就了结了。”老母亲听完恍然大悟，她不再哭了，也不再寻死了。她对着佛像磕了3个头，心里那股想要报复、想要诅咒儿子的怨恨，在那一刻彻底放下了，因为她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前世种下的因，今生结出的果。各位朋友，听完这个故事，你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生命里的某些人？我们在今生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？你全心全意信任的合伙人，最后卷走了你所有的资金，让你半生心血化为乌有，留你一个人面对庞大的债务。你捧在手心里疼爱的孩子，长大后却无比叛逆败家，把你气得半死，甚至把你赶出家门。或者你在婚姻里不断付出，不断妥协，对方却只会索取，从来不懂得感恩，甚至在背后深深地伤害了你。你觉得委屈，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倒霉的受害者，在深夜里咬牙切齿地问：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但如果你用这双智慧之眼去看透底层逻辑，你就会明白，那个伤害你最深的人，其实就是你前世欠下债务的债主。今生的妻子、丈夫可能是你前世未结的怨，今生败家的孩子可能是你前世亏欠的冤亲债主。当你被骗了钱，被伤了心，被辜负了感情，不要只顾着痛苦，换个角度想，这其实是宇宙在提醒你，你在还债。你每受一次委屈，你前世的业障就消除了一分；你每吃一次亏，你的债务就少了一笔。不要再去纠结眼前的困境了。当你看懂了因果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世上没有人是真的在伤害你，他们只是来帮你清算这笔糊涂账的。我们人啊，遇到痛苦的第一个反应，通常都是抗拒，是抱怨。你会哭着问：为什么是我？凭什么是我要受这种苦？我明明是个好人啊！佛陀曾经讲过一个第二支箭的比喻，他说，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、被人伤害的时候，就像是中了第一支箭。这支箭带来的痛苦是生理上的，是客观发生的，我们无法避免。但是当我们开始抱怨，他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我绝对不原谅他，我好可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对自己射出第二支箭、第三支箭。第一支箭是别人射的，是我们过去的业力带来的果报。可是后面的无数支箭，全都是我们自己射向自己的。当你不断在心里怨恨那个伤害你的人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把这根痛苦的绳子越拉越紧。你把自己死死地绑在那些糟糕的人事物上，互相折磨。佛法教我们一句话，叫做转念即菩提。什么是转念？就是当你遇到那些让你痛苦不堪的人事物时，你要学会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太好了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我消业障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故事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就会明白，那些你以为的大灾难，其实都是来渡你的。
从前有一个国王，他非常喜欢打猎，他身边有一位深信因果的宰相。这位宰相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大王，请安心，一切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。有一天，国王和宰相一起去丛林里打猎。国王在追捕一只花豹的时候，不小心发生了意外，锋利的刀刃一划，竟然把国王自己的一截小指头给切断了。国王痛得倒在地上大叫，鲜血直流。旁边的侍卫吓坏了，赶紧帮他包扎。国王看着自己残缺的手指，气急败坏地对宰相说：你看看，我的手指都断了，痛死我了。你不是常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吗？难道我断了手指也是最好的安排吗？宰相看着国王的手指，双手合十，平静地说：大王，虽然您失去了一截手指，但这或许是在为您消除更大的业障。臣还是那句话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国王听了简直火冒三丈，他觉得宰相根本是在嘲笑他，一气之下就下令侍卫把宰相押回皇宫，关进了暗无天日的水牢里。国王对宰相说：你就好好待在水牢里，看看这是不是也是老天对你最好的安排。1个月后，国王手上的伤口痊愈了，他心情烦闷，于是决定不带侍卫，自己一个人偷偷溜出皇宫去微服私访。没想到他走进了一片陌生的原始森林，竟然遇到了一个非常野蛮的食人族部落。这个部落那天刚好要举行祭祀仪式，正在到处寻找祭品。他们一看到国王，就把他五花大绑架到了祭坛上。祭坛下面堆满了木柴，祭司举起了火把，准备把国王活活烧死来祭天。国王吓得面如死灰，心想：完了，这次真的没命了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祭司突然大喊一声：等一下！祭司抓起国王的手，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然后非常生气地对族人说：你们怎么抓了一个残缺品回来？他的小指头断了一截，我们伟大的神明怎么能接受一个身体有残缺的祭品？这会惹怒神明的，快把他放了，赶走。就这样，食人族把国王松了绑，一脚把他踢出了部落。国王一路狂奔，逃回了皇宫。他连衣服都来不及换，第一件事就是冲向水牢，把宰相放了出来。国王激动地抱着宰相，眼泪都流下来了。他说：宰相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断了那截手指真的是老天最好的安排。如果我的手指没断，我今天早就被食人族给烤来吃了。是这截断指救了我的命啊。说到这里，国王突然停了下来，有些愧疚地看着宰相。可是宰相，虽然断指救了我，但我因为一时生气，把你关在这个又脏又臭的水牢里整整1个月，让你受尽了折磨。这对你来说，怎么可能是最好的安排呢？宰相听了微微一笑，再次双手合十说：大王，这当然也是最好的安排啊。国王很疑惑，为什么？宰相笑着说：大王您想想，我是您的贴身宰相，如果您当天没有把我关进水牢，那我肯定会陪着您一起微服私访。当我们一起被食人族抓住的时候，他们因为您断了手指，把您放了。可是大王，我的身体可是完好无缺的啊！如果我不被关在水牢里，那今天被绑在火堆上烧死的人就是我了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是不是很震撼？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样断了一截手指的时刻？可能是你经营多年的事业突然失败了，背上了一大笔债；可能是你深爱了很久的人突然无情地背叛了你，或者是你辛苦养大的孩子把你气得半死。那个当下，你觉得天都塌下来了，你在深夜里痛哭，在心里埋怨老天爷：我这么善良，我没做过坏事，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？但是当你把时间的维度拉长，用前世今生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，
你就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挫折和失去，其实都是在为你挡灾。你被合伙人骗走了一笔钱，你觉得很痛苦，但也许这笔钱的流失替你挡下了一场原本会威胁生命的重病。你被一个不值得的人抛弃，你觉得很屈辱，但也许正是因为他的离开，把你放回了人海，让你未来有机会遇到真正珍惜你来报恩的人。你觉得你委屈到了极点，但也许这已经是宇宙对你最轻的惩罚了。这就是佛教里说的重罪轻报。你失去的其实都是在帮你消业障，表面上看是灾难，实际上是老天在救你。所以不要再去纠结眼前的困境了。如果有人欺骗了你，请你在心里默默说一句：这笔债我还清了，谢谢你帮我挡了更大的灾。如果有人辜负了你，请你告诉自己，这个恶缘到此为止了，我放过你，也放过我自己。接纳不是软弱，而是看透了因果之后的强大。只要你不带着怨恨前行，勇敢去接纳生命中发生的一切，你就会发现，命运的齿轮就在你放下的那一瞬间，开始往好的方向转动了。接纳就是你改命的第一步。说到这里，我想特别跟我们很多50、60岁甚至70岁的大哥大姐们聊几句心里话。在这块土地上，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最辛苦但也最甘愿付出的一代。我们年轻的时候拼经济省吃俭用，就是为了给孩子买个遮风避雨的房子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好不容易可以退休了，又要忙着帮年轻人带孙子，每天早上冲去菜市场买菜，晚上还要赶着煮饭，腰酸背痛，也舍不得花钱去看医生，只会去药局买几块贴布随便贴一贴。我们总觉得把这个家撑起来，把孩子照顾好，是我们一辈子的责任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你付出的越多，心里反而越空虚。孩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生活圈，周末可能只想跟朋友出去，或者待在房间里滑手机，连陪你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。你打电话过去多关心两句，他还嫌你啰嗦，你心里好委屈，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，到底图个什么？其实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这也是一种执着。我们对孩子的爱往往伴随着一种很深很深的控制欲跟期待。我们总觉得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应该要感恩，应该要孝顺。但是你回想一下我们前面说的因果法则，他如果是来还债的，他自然会孝顺你；他如果是来讨债的，你就算把心掏出来给他，他也不会满意。古人常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这句话不是要你冷血不认人，而是要告诉你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因果，有他自己要修的功课。你的孩子只是借由你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但他不是你的附属品，他有他自己的业力要承担。你过度替他操心，替他安排，甚至替他还房贷，带小孩带到自己累出一身病，这其实是在干扰他自己的因果，同时也在损耗你自己的福报。当你学会了接纳与放下，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把关心的焦点从孩子身上拉回到你自己身上。你今生的任务不是来当一个完美的父母，也不是来当一个免费的保姆，你是来修炼你这颗心的。除了家庭关系，我们到了这个年纪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烦恼，就是身体的衰老与病痛。今天这里痛，明天那里酸，去医院检查，又怕查出什么大毛病。每次一生病，心里就发慌，觉得自己是不是老天爷在惩罚我。其实佛法告诉我们，生病也是在消业障。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台用了几十年的老车，零件老化是自然规律，这叫做成住坏空。每一次的感冒，
每一次的酸痛，甚至是一些慢性的疾病，都是我们过去生生世世积累下来的业力，正在透过这个肉体释放出来。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不要去抱怨为什么是我生病，也不要整天愁眉苦脸，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的身体说一声感谢，感谢这双腿陪你走了大半辈子的路，感谢这双手为这个家煮了几十年的饭。当你用感恩的心态去面对病痛，你的心情就会放松。这种放松和平静本身就是最好的特效药。你要知道，真正的健康不是身体永远不生病，而是当疾病来临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没有恐惧。当你能坦然面对老去，坦然面对身体的衰退，你就是在进行一场最深度的修行。你的心不被病痛绑架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身苦而心不苦。放下对子女的过度执着，放下对身体老去的恐惧，把每一天都当作是老天爷多给你的恩赐。早上起来去公园散散步，或者去庙里拜拜佛，跟老朋友泡茶聊聊天。不要再去管那些你管不动的事，也不要再去操那些你操不起的心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心安顿好，让自己活得欢喜，活得自在，这才是你对自己这辈子最大的交代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在心里问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是当我遇到那些让我生气的人，遇到那些烂事的时候，我当下就是控制不住情绪，该怎么办？别担心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就在我们每天的行住坐卧、日常起居里。所以修心并不难，关键在于转念。今天我给你准备了3个化解恶缘的日常小练习，非常简单，你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开始做。第一个小练习，睡前3分钟的观心练习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受了一肚子的气，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脑子里还在不断重播那些吵架的画面，越想越气，根本睡不着。从今天开始，睡前给自己3分钟，闭上眼睛，在心里把今天遇到的人、发生的事过一遍，然后深呼吸，想象你把今天所有的委屈、愤怒都化作一口黑气，轻轻地吐出去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今天的事今天结束，我绝对不把今天的业障带到明天的修行里。把心清空了，你才能睡个好觉。第二个小练习，谢谢你的转念默念法，这招非常管用。当你走在路上被人撞了一下，或者在公司被同事推卸责任，背了黑锅，你怒火中烧，快要爆发的那一瞬间，请你先在心里默念3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为什么要说谢谢？你要在心里对他说，谢谢你来帮我消业障，谢谢你替我承担了因果。当你把你凭什么欺负我的愤怒转化成谢谢你帮我还债的平静时，你身上的气场瞬间就改变了，那个恶缘自然就没办法再伤害到你。第3个小练习，面对家人的还债式沟通法。我们说过，家里的伴侣、孩子很多都是前世的债主，当他们又开始碎碎念，又开始无理取闹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硬碰硬，你试着深呼吸，把语气降下来，用一种半开玩笑但心里很坦然的态度对他说，哎，我这辈子真的是欠你的，来还你的债啦。当你用这种认账的态度去沟通，你会发现对方原本像刺猬一样的情绪瞬间就会软化下来，因为在无形之中你已经接纳了这段因果，化解了你们之间的对立磁场。这3个小练习不花你1分钱，也不用占用你太多时间，只要你愿意在生活中去实践，你就是在为自己改命。各位朋友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这辈子真的太短了，短到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怀抱着怨恨过日子。我们常常以为是别人欠了我们，
是命运对我们不公平。但是，当你拉长生命的维度，用前世今生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，你就会明白，这世上从来没有所谓的意外遇见，所有的相遇其实都是久别重逢。你无法决定外在的环境，别人待你如何，你也无法干涉，你唯一能决定的是你自己的内心。从今天起，试着去感恩你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吧，感激那个来爱你的人，因为他给了你世间的温暖；感激那个来伤害你的人，因为他帮你消除了前世的业障；甚至感激那个转身离开的人，因为他让你知道你们的债还清了，这段缘分已经圆满了。每一次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因果，每一场遇见都有它无可取代的意义。今天，如果你看到了这支影片，并且一直陪伴我听到了最后，这说明我们之间也有着很深的善缘。佛家说，法不孤起，障尽方生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的心里多了一份平静，或者刚好解开了你心里的某个结，如果你身边也有正陷在痛苦关系中走不出来的亲友，不妨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，也许你的一个善举就能帮他解开一辈子的心结。也不妨顺手点个订阅，把这份善缘留在你的身边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就在这里一起修心，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好。影片的最后，我想要邀请大家在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为你自己、为你爱的家人留下一句祈福，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愿一切安好，或者感恩所有的遇见。要知道，文字是有能量的，当我们把几千、几万人的善念汇聚在这个留言区的时候，这里就会变成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强大磁场。你今天在这里种下的一句善言，就是为自己种下了一颗福报的种子，最终这份福报都会加倍的回馈到你自己的生命里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愿你福生无量，愿你的内心永远充满平静与慈悲。我们下期缘分再聚。